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看到比特币走完了3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欧。那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唐僧阳线在上周已经出现，高点我们看到在$64,000啊。这个高点出现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因此呢，上周四对比特币的建议是减仓。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在今天也就是说在本周出现了继续上攻的动作，特别是在早盘时间段，我们看到一路火花带闪电上行下挫之后在下午的时候继续上攻，目前呢已经突破了上周的高点$64,000，到达了一个新高的位置$65,000附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在日线级别上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和周线级别上涨西欧之后，那今天如果这根阳线继续成立了那新的上涨动作将要出现。那这个上涨动作我们在今天看到的就是一个新的悟空阳线，这里是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上如果继续上行暴涨的话，穿破前高$69,000，那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欧的悟空阳线将要出现。我们上方的预期是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周线级别最终的第4轮上涨西欧的唐僧阳线，也就是说比特币在减产前后的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正在打响，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没有过度的调整，因此呢，对于仓位上还是要进行一定的控制，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轮周线或者日线级别上涨西欧完成之后，多出来一根 K 线，那这根 K 线呢，往往是又多然后进行扣杀的 K 线所以呢，在仓位上一定要进行控制。同时呢，这种行情是比特币带着一群狗狗币们出现了疯狂的上涨。那狗狗币的最重要的一个币种，除了道指以外，还有 PP， 还有 BNK 打狗棒币。那 PP 呢是这轮行情的龙头，我们看到不断冲出新高，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完成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的过程。那么再往上走，下一周如果继续上行的话，可能会出现唐僧阳线。目前呢，通过市值分析，我们看碱矿PP 的碱矿，在市值上我们看到 PP 在今天已经是$30亿的流通市值$30亿的流通市值。要知道一个 MEME 的币种，抹膜的币种呢，大的市值一般是10亿，目前 PP 作为龙头它的市值几乎排名抹膜币种的第1名达到了30亿30亿。那么很多热门币种，包括抹膜币它的市值仅有5亿，所以呢，我们给出抹膜币的市值的预期是到达10亿就是 MEME 这个币的预期是10亿但是很多人都担心这个 MEME 它是一个国产币种，但我要告诉你 PP 它也是国产币只是后来被国际上认可之后，然后上线了 Binance 平台所以呢，不用在乎是否是国产币，大多数这种币种还是有更多的一个机会。那除了这些抹膜币种之外，我认为很多矿币也将会迎来机会在哪儿看到的呢？就在 BCH。那 BCH 作为大太子它是比特币的一个分叉币是可以通过挖矿获得的。那么在这周我们看到疯狂出现了一根阳线，那这根阳线我们可以在周线级别看到，这里是一个沙僧阳线、悟空阳线、8阶阳线，上周走出沙僧阳线，再往上走是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与之类似的是，我认为达氏币也将会迎来机会。同时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达氏币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前2轮牛市达氏币都有一个非常 nice 的表现。我们看到上轮牛市达氏币从低点到高点涨了13倍，那这轮行情当中从$22.6到现在目前仅涨了78%，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因此呢，通过板块轮动来看抹膜币爆发结束之后，板块轮动必然会向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些大币种运行。
那大币种呢就包括大势币还有大陵币啊，这些上轮牛市当中爆发过的币种。我们看到啊，最近一段时间 Oh my God 啊，上轮行情当中啊，在18年行情当中发行的一个山寨币呢也有一定的表现。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Oh my God 出现底部的一个第一根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那我们给出目标位是翻倍到3.6美金附近啊，翻2倍到3.6美金附近，到达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筹码密集区。也就是说，行情当中很多币种都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这里的黄金坑怎么看呢？就是前面啊震荡过程当中形成底部平台之后，再往下走就是一个黄金坑，还没有走出黄金坑的这些有过热门被炒作的币种都存在这样的一个多头机会。我们7月份埋伏的 RAY 啊，这轮行情当中表现是落后的啊，落后的原因是它处在 SOL 板块。那 SOL 呢最近不是特别的热，但是交易量在这儿，所以呢 RAY 啊在上周走出一个新的日线级别调整之后的悟空阳线啊，在这个位置持续震荡之后，后面的行情还有更多的机会。总而言之呢，在大牛市过程当中，只要不炒过为冷门的啊，像上轮行情的 EOS 这种币种，往往能够获得非常超高的收益。我昨天排了一下子币安上的市值排名，我是倒着排的，然后第一名是 ASR 啊，那第二名是 OOKI。然后我看 ASR 在昨天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呢 ASR 这个币种深度过差啊，所以呢一根拉升过后随即被打压下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市值排名倒数第二的在币安上 OOKI 啊，那这个币种呢上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持续性。我们在15分钟级别到小日线级别两个角度出发，看它的均线排列，都看到了它在小日线级别和15分钟级别上出现多头排列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目前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前面行情当中的波峰连线这个位置上已经在当前的价格上正在发生突破。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这是一个多头的信号。与此同时呢，目前 OOKI 还在一个非常低的底部。同时分析，通过简况分析呢，目前OOKI 的全球市值总市值是2.48万亿啊，这个市值呢不作数啊，因为这是它是一个总量和价格的一个关系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币安上的 OOKI 的流动性市值大概是人民币2438万，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市值，因为大多数上线币安的币种市值都会在1亿以上啊，就包括了 ATM 这个在 Binance 平台上排名倒数第4的一个币种，都是在人民币1亿以上啊。因此呢，对于这种市值非常低的币种，往往会在后面的行情当中有补涨的表现。同时呢，这里面也容易受到游资狙击啊，一旦干到 Binance 平台涨幅榜前3名，那么将会迎来一波暴涨的机会啊。因此呢，通过这个市值排名倒着排Binance 平台的市值排名优选这些好的币种往往能容易获得市场当中稳定的收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对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购买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